嗨，大家好，这里是 First Lab 摄影实验室啊。那 Canon 使用者们等了4年，终于等到这台 EOS R5 Mark II 的问世。那它究竟带来了哪些新功能呢？那这会是内容相当丰富的一集啊。那为了帮大家快速的了解 R5 Mark II 的重点，我们帮你整理了4大重点，分别是第一啊，全新的堆叠式 CMOS 带来每秒3张的超快速连拍以及预先拍摄的功能。那第二是结合 AI 与深度学习的功能，但带来新的3种 AI 对焦模式以及像素扩增，或者说是相机内放大模式等等。那第三是机身设计的进步，像是全新的散热机制啊、新的风扇手把、全尺寸的 HDMI port 以及更好的操作配置。那最后是录影功能的进化，包含内录 8K RAW、更好的 4K 超取样 C-Log 2，以及从 Cinema EOS 下放的全新选单。简单来说，虽然你单从规格来看会觉得 R5 Mark II 好像有一部分跟上一代相去不远但其实我们在测完之后会觉得这是上打 EOS R3 与 R5C 的全能机种。那真的要说它是目前对焦系统最强的相机我想其实也不为过当然它上面还有更强的 R1 但即便如此强大，我认为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关键点，是更入门的 R6 Mark II 可以逆袭打过顶贵的 R5 Mark II 的。那究竟是哪一点呢？请容我先卖个关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吧。先讲第一点是全新的堆叠式 CMOS。那单看画素，你可能会觉得说跟上一代 R5 一样，都是4500万画素，但是不同的是，它有每秒3张的连拍性能。那如果你是用 C-RAW 加上 JPEG 的话，大概可以连续打180张到200张左右而不卡弹。那也就是说它可以让你用最高速连拍6秒左右。那如果你不需要这么高的连拍速度，又想要能够连续打很多张的话，譬如说你要拍飞机拍战斗机那么现在你还可以在选单中微调中低速连拍的张数当然有高画素跟高速连拍其实还不太够那真正让 R5 Mark II 变得更好用的，我会认为是这个重点功能，那就是预先连拍。那它可以回溯你按下快门的 0.5 秒，也就是往前回溯15张照片。先等等，我知道很多家都有做预先拍摄功能，那 Canon 之前也有在 R7 以及 R6 Mark II 身上也都有做。那我们先前有测过，但是 R5 Mark II它硬是要比之前做得更好。那怎么说呢？过去预先拍摄是跟 RAW 档挂钩的，那你要预先拍摄就一定要使用 RAW 档，而且它会打包成一整个连续档案，然后你再回去里面挑图出来输出成 JPEG。那坦白说，我今天如果是去拍球赛，我大概不会开这个功能的，因为一场比赛动辄几千张照片，那光是挑图我就挑死你。但是R5 Mark II 的预先拍摄直接就是 JPEG 加 RAW， 或者是你要只拍 JPEG， 当然也行不用再去一张一张挑那理论上来说，当你开启了预先拍摄，你只要半按快门，这时候相机其实就是不间断的在连拍只是没有写入记忆卡而已那也因此绝大多数的机种在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那都会让你觉得说，相机好像在全力运转就好像是 CPU 超频又运行到100%的那种感觉那会有一些厂商没讲到的副作用那可能会是对焦变慢那预览的画质会变差，那或者是相机的反应会变得比较迟钝等等那但是这些副作用 R5 Mark II 一概没有。那妥妥的就跟没事一样那甚至我有时候还会忘了自己有开预先拍摄这个功能那因为开启之后，你只会在左上角看到一个小小的 Pre 的字样它对性能几乎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操作也非常的顺畅。那也因为这个预先拍摄很好用也让 R5 Mark II 在捕捉运动跟生态方面相当的得心应手像是如果你要拍鸟起飞不需要再一直连打，只要看到它起飞再按下快门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拍到。好，那相机跟 AI 结合能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最明显的帮助就是更强的对焦算法。那这是 R5 Mark II 它新推出的有趣的功能，那就是动作优先次序。简单来说，就是3种球类运动的对焦模式那分别是足球、篮球以及排球。那究竟该测哪一种呢？身为摄影实验室，当然都是全部都测啦。
这次走访了北中南台湾，拍摄市长杯排球锦标赛、亚瑟士杯3对3篮球锦标赛以及足球联赛。先别急，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对运动没有太大兴趣，也可能没有想拿这台高画素相机去拍运动。但是你必须要知道的是Canon 最新的 AI 对焦演算法是怎么样运作的？那我这边也会解答几个常见的问题像是说这3种对焦模式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呢？它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它能够预判比赛吗？还有为什么 Canon 它不做像是桌球网球羽球棒球这类的球类对焦，那偏偏要做足球、篮球以及排球呢？那接下来我们会一一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先来看篮球好了，这个大家比较熟一点了。那篮球是3种运动当中命中率相对高的对焦模式简单来说，相机大致上能够判断现在持球的是哪一位运动员，然后锁定在他的身上。那如果只是做到这样，那当然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这个对焦比起你的反应时间还要再更快。那像是这个样子，我当下其实没有立即发现这个传球，那后来才跟过去。但是对焦系统在球传过去之后，马上就对到了下一名球员了。当然，它也不是只会跟着运球的选手那举例来说，如果选手背对镜头，那相机会有一定的几率会去对焦在该球员的对手。那我这边测试过很多次其实这要看对方球员的积极度跟肢体动作而定。那简单来说，如果对方很积极的在争球，那相机就会有比较高的几率去对焦在他身上。那这个对焦模式其实很好玩甚至在某些的状况下，它能够起到预判比赛的作用。那接着我们看足球足球的例子很好玩那也是因为测了足球，我才发现这个演算法更深一层的逻辑那一开始我是为了画面好看选择蹲坐在地上，用低角度来构图那因为这样的前景会比较漂亮嘛。但是我随即发现不对这个对焦怎么看起来怪怪的，不是很灵光。那后来我就站了起来拍摄，那马上就发现这个准确度就变得正常许多。那我后来推测是因为这个对焦算法与球的存在是息息相关的。那如果你用太低的角度构图的话，球的轮廓会被草给遮住导致相机的判读不完全但是如果你让相机知道球在哪里那这个对焦系统就可以给你发挥预判比赛的威力那基本上你只要看球大概贴到哪里，那举相机去对着无脑袋连拍大概7-8成以上几乎都会中。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守门员用手拿着球的时候他有比较高的几率会对不到门将那这可能是因为相机认为足球就是应该在地上踢的，那所以对于用手拿着的球比较会没有反应。那最后是排球其实坦白说，拍过这么多运动那个人认为排球是数一数二难拍的运动那一个原因是它的遮挡实在太多了，那第二个原因是它的高度跨度比较大，像是足球大多是在地上跑，那排球选手常常会飞来飞去的，那相对来说很难去预测。那这样的特性也反映在相机的对焦系统上。那就我自己测试的结果排球的精度是3个运动当中精准度相对比较低的一项。那这主要是因为球常常会飞出构图之外那造成相机并不容易预测。那即便如此在大多数的状况下，它还是足够可靠。那像是以这个例子来讲，虽然还看不到球，但是相机很明确的知道这个跳起来的选手，镜头前的选手正在起跳，准备杀球。那所以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对焦算法的逻辑准确度是篮球最高，其次是足球，再其次是排球。那它判读的依据是球的位置以及球员的姿态。那它能够某种程度做到预测比赛。那为什么 Canon 不做其他球类的对焦模式呢？像是棒球网球羽球、桌球这些？那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这些运动它其实都不太会有很复杂的争球动作，也不会有一群人挤在一起抢一颗球的状况。那你对焦在哪个选手之上，通常就不太会翻车。严格来说，用一般的视幅追踪对焦就足以应对这些运动。那如果你只是想要追着一个明星球员，或者是在舞台之上想要只追着一位演员，那或者是在婚礼当中，那你想要对焦在新人身上，那么更好的做法是肯定就是这个注册人物优先次序。那你可以直接注册想要拍的那个人，那接下来相机系统就会死咬着这张脸那一共可以注册10张脸。那相机判读到的时候那右下角就出现这个小 icon， 而且连侧脸后脑勺其实都可以对到。可以说是抓得非常的紧。那 R5 Mark II 它其实还有个 AI 功能，那就是相机内放大。那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像素扩增的技术，那只是它不是利用 CMOS 位移而是利用相机本身的神经网络算法，把4500万画素的照片扩增到16384乘以10928像素，也就是17900万像素相当于是原本4500万画素的4倍。那你只要在机身选单内这样操作，然后大概等个10秒左右，那就可以获得一张1.79亿画素的照片。
那我原本以为只有 RAW 档才可以使用这个放大的功能啊，但是结果没想到 JPEG 其实也可以啊。那这时候就有人就会问啊，那既然是先拍摄后放大，那如果我是拿其他相机，比方说 R5 一代的照片，然后装进记忆卡塞到 R5 Mark II 里面，那它也可以放大吗？答案是不行。那目前只有 R5 Mark II 拍摄照片可以机内放大。那至于这个放大效果如何呢？它会比你单纯的将照片给 resize 200% 会要好一些。那我这边放上几个前后对比的范例给你看看，它们的细节其实都还是挺不错的。讲完了连拍，讲完了 AI 还有对焦，接下来我们来讲机身设计。那从正面来看 ，R5 Mark II 跟上一代相距不远，但是整个操作逻辑都换了。那首先是开关跟录影模式的切换，它们的方向对调，变得跟 R6 Mark II 一样。这点我觉得是好的改变了。现在你可以用单手来开机，对抓拍来说会比较方便。而且以前 R5 你要切换拍照与录影模式啊，必须要按下 Mode 钮，那其实不是那么的直观啊。但现在你可以直接用实体的拨杆操作，是顺手很多。接着是新的连接部，也就是全尺寸的 HDMI port。终于 ，Canon 总算是这么做了。那这是第一台拥有 HDMI Type A 的 R 系列机种啊，就连 R3 以及 R5C 都还没有这项殊荣呢。那必须说，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你要外接萤幕还是做什么的，都离不开这个 HDMI。那我原本以为改了这个全尺寸的 HDMI， 那它的机身厚度会增加，但是其实差异不大。R5 Mark II 也只是比 R5 厚了一点点而已。那讲到厚度，影响机身尺寸的还是在于这个新的散热设计。那在机身底部有像是这样的一排散热孔，然后空气会从此处进入然后从机身侧面来导出，就是 HDMI 的这一侧。那其实 Canon 以前曾经在 R5C 身上做过散热孔的设计，也增加了机身厚度。那相比起来 ，R5 Mark II 的设计就漂亮许多。虽然是被动式散热，但是比起上一代散热效能，那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既然加了散热孔，也做了导流，不加上一个风扇，那就太可惜了，对吧？那 Canon 当然知道这一点了，只是这个解决办法意外的直接。机身加风扇，那会像 R5C 那样大。那如果我把风扇给外置，做成像是垂直手把的样子，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还真的就是这么直接。这是我们借了这颗 CF-R20EP 散热风扇。那内置风扇3段转速可调，气流就可以从前方往上吹，再把热空气从侧面给排出。那这把手还有以太网络端子的功能可以让你有线 FTP 传输只是它就没有做快门键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去翻产品说明，发现 Canon 是把这个产品叫做散热风扇，而不是把它叫做电池把手那所以技术上来讲，它是一个把手形状的风扇，而不是一个有风扇功能的把手。所以如果你要有直拍方向的快门键，还是需要去选购另外一款电池把手才行那还有一个不错的改件是观景窗变得更大、更舒适以及更明亮。那或许我们很难用言语描述它究竟有多大，但是你可以看看它跟 R6 Mark II 的对比，是很明显的舒服许多。那576万点 OLED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跟 R3 同级，甚至还要更好一点。那怎么说呢？因为它也有 R3 的眼球控制自动对焦而且它的侦测格率是之前的2倍感测器升级精准度跟反应都比之前的 R3 要更好。那不止如此机身内有更细致的眼球控制对焦可以调整包含像是颜色灵敏度大小、样式等等。更强的功能也需要更强的电源那所以这次 Canon 也随 R5 Mark II 推出了新的电池 LP16P。说到这个我就觉得，不是，我才把手边电池都从了 LP16N 换成了 LP16NH， 那现在又出了一个 LP16P 真的是逼人升级那好在它们的尺寸一样，都是可以相加相容虽然一样都是 7.2 伏特2130毫安时，但是新电池能够输出更高的6安培电流。那其实我原本觉得，出门就带几颗旧的 LP16NH 来替换就好，但是出门拍几趟就越体会到这颗新电池可以说是有着非凡的重要性。怎么说呢？如果你是用旧的 LP16NH 而不是使用新的 LP16P， 那你的预先拍摄预先录制8K 录影HDMI 外录那 4K 120P 双重拍摄这些重点功能都会被限制住。但是这些功能只要你试过，就会知道它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你如果拿着 R5 Mark II 只是装上旧的电池那它可以说是只比初代 R5 要强一些而已。所以如果你有一台 R5 Mark II， 但是还在犹豫要不要多买几颗新电池，那我的建议是，你就买吧，这个新电池实在是太重要了。
那记忆卡一样维持 CF Express Type B 以及 UHS 2 SD 双卡槽的配置。那你也可以选择把照片跟影片，或者是录影原档跟 Proxy 代理档，那分别存在2个卡槽之内。那机顶采用了新的多功能热靴，那左肩新增了一颗红色的录音指示灯，那整体的设计都显得更加的完善了。但是如果要说到 R5 Mark II 比起 R5 一代明显更强的地方，我会觉得是4个字摄入双栖那这也是 Canon 从 R6 Mark II 以来的 slogan 那我认为在 R5 Mark II 身上同样适用。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除了摄之外，他们的录究竟有哪些独到之处。R5 一代有 8K， R5 11有 8K， 但是直到 R5 Mark II 我才觉得 8K 是近在眼前的事情同样都是 8K， 使用体验却有天差地远的区隔。那过去你使用 8K 它的体验很难说是很完善那感觉很像是在帮 CPU 超频它有，但是你要一整天用 8K 来录制的话，光是后期繁重的档案处理就会让你觉得自讨苦吃那更别说还会让你遇到过热机身操作迟钝对焦反应变慢记忆卡不支援等等的问题那 R5 Mark II 的 8K 是我遇过最好操作也最实用的 8K那举例来说，那过去的 R5 C 你要录 8K 60P RAW， 那必须使用外置电源，否则镜头的自动对焦跟光圈都不能够动作当然这个解决方法是新的电池，但是 R5 Mark II 的 8K 还是很棒。那一个很有感的是就是 8K 指数的画质那得益于算法的进步这个锐度跟画质是我很乐意使用的那比起 R5 一代跟 R5 C 都还要进步。那刚刚我们提到 RAW那没错 ，R5 Mark II 是极少数能够机内录制 8K 60P RAW 格式的机种那不需要外置电源，也不需要外录当然，如果你录制 8K RAW 的时候画质会比起 8K 直出要肉上一点那基于 RAW 格式的后期的压力，那加上 8K 直录的画质也还不错。那其实，在大多数的状况下，我还是比较建议你使用 MPEG 格式的 8K， 虽然这只有30P。那你可能平常很少会想到用 8K 来录制但是画质就是硬道理。那退一步来说，就算我放大200%也还有 4K 的解析度那这个画质也是完全可用的如果你有生态记录的需求我这颗镜头是 800mm 8K 才接到 4K 就相当于是等效 1600mm， 它的画质依然是可用的，这个方便性不言而喻录影选单也加入了 Cinema EOS 的逻辑那除了RAW之外，你有 HEVC-S 422/420、XF AVC-S 422/4204种可选那接着这个选单逻辑，我觉得做得很好你要 8K、4K、60P、30P、120P 都一目了然。要注意的一点是选单内这个 Fine 指的是超取样的意思。那举例来说 ，4K Fine 就是源自于 8K 的超取样。那这个 4K DCI 或者是 4K UHD 就是没有超取样的跳取。那原则上 4K Fine 的画质会比他们要好上一截R5 Mark II 比起 R5 一代要更好的是它的 Full HD 是源自于 4K 的超取样。那画质也比起 R5 一代的 Full HD 明显更好，但是有一点至为可惜的是在 4K Fine 的下面你是没有 60P 的选项的。那这意味着，如果你要录制 4K 60P， 就必须要跳取，那这个画质就会稍稍有点牺牲那这对我来说影响实在是比较大的，因为我实在是太常使用 4K 60P 了。那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最一开始有提到说有一点是更入门的 R6 Mark II 可以逆袭打过顶规的 R5 Mark II， 那是哪一点呢？那就是这个 4K 60P R6 Mark II 的 4K 60P 跟 R3 一样是源自于 6K 的超取样，但是 R5 Mark II 的 4K 60P 是没有超取样。那所以在这点上 ，R6 Mark II 其实是胜过 R5 Mark II 的。那这也是 R6 Mark II 唯一能赢过 R5 Mark II 的一点那所以 R6 Mark II 真的是 Canon 的良心但是其实这点我想一想也合理因为如果你要在 R5 Mark II 身上做出超取样的 4K 60P， 那就必须要有机身直出处理 8K 60P 的能力那因为你要录制 8K 再取样到4K 对吧
但是 RAW Mark II 在 8K60P 只能录制 RAW， 那所以没有超强的 4K60P， 这点我觉得算是合理啊。那 Canon Log 2、Canon Log 3这些也都有搭载啊，包含像是 Custom Picture 也可以详细制定跟储存 CP 预测档，也有更专业的监看功能，像是波形伪色那其他像是源自于 R6 Mark II 与 R7 的预先录制，还有自动水平校正，这个 RAW Mark II 也全都有。那至于你说会过热吗？那如果是 4K Fine 或是 4K60P 基本上都可以给你录到卡满了，都不太会过热。但是如果是 8K 的话，大概我的经验是录20几分钟就会跑出这个温度计的符号那这个温度的耐受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可靠的，那而且是能用于工作使用的。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台集 Canon 录影技术大成的机种那甚至我们会觉得说，它已经很大程度取代了 R5C 这台电影机的角色。那当然，在选单项目上像是快门角度这些R5C 还是比较符合电影工业的需求，但是 RAW Mark II 的性能确实不是 R5C 可比。那评测进行到这里我们差不多把能讲的、能测的都进行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在整理素材的时候，稍微统计了一下，我这次用 RAW Mark II 所拍摄评测照片大概有21000张以上那想想如果我们用30PS 的连拍速度来计算，不计入写入时间的话，也要连续按着快门不放整整要12分钟才能够打完2万多张那过去我们会觉得说无反相机的职责划分会比较明确可能高画素机种是一台负责，高速追焦连拍是另一台机种负责，那录影功能又是另外一台机种负责，就像之前的 R5、R3 以及 R5C 的布局。但是 R5 Mark II 它给我的感觉是这就是一台 Canon 想要做到 All in One 的机种。那你讲高画素它有，你讲高速追焦连拍它也有，那你讲 AI 功能它不止不缺，还算是目前做到最先进的机种那至于讲到录影说是目前 Canon 最强也当之无愧这就让人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虽然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旗舰但是 Canon 或许有意无意都在 R5 Mark II 身上做到了旗舰机种的功能。其实真的要说我们这次拍摄的题材拿来测 R1 也是完全不违和的，像是飞鱼生态3种球类的运动这也是 R1 擅长的领域但是显然这些题材也照样难不倒 R5 Mark II。这个其实就让我有一点疑惑就是我们还能够在 R1 身上发掘到哪些更强的地方呢？那希望不久之后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好，非常感谢你看到这边这是一集篇幅比较长的评测，我们是真的花了很多心力那最后也特别感谢 Canon 台湾提供机器做介测，以及名牌生活协助排球的拍摄。那他们频道有很多专业的排球知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关注订阅。那也特别感谢市长杯排球锦标赛、亚洲狮杯363篮球锦标赛、台湾戏曲学院、台湾企业甲级足球联赛以及亚洲休闲花式滑冰大赛。没有这些单位与赛事的协助那这篇评测不可能顺利的完成。那最后也宣传一下，接着在不久之后的9月7号以及9月14号那我在台北与高雄分别各有一场 RAW Mark II 的新机讲座，会分享一些我这次取材的一些幕后的秘辛，以及关于 RAW Mark II 使用的一些小技巧。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 RAW Mark II， 想要摸摸时机，或者是想要来找我聊聊天都欢迎你关注我们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评测，或者是有关于 RAW Mark II 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请不吝于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们，这对我们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最后还是说声感谢那这里是 Future Lab 摄影实验室，我们下次见啦。